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说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们法律之辩开启一个新的系列，涉毒艺人之辩。具体来说就是聊是否应当对涉毒艺人全面封杀这个话题。然后呢，我将法学界对本话题的有关讨论梳理总结并分享给大家。在话题正式开始之前我先做一个推荐，也做个强调。这个推荐呢，是给大家推荐2档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法律播客。第一档呢是机智的律师生活这档节目呢是我最近在小宇宙上发现的。每期主播呢会邀请不同方向岗位的洪拳所律师解读热点，比如说跟并购律师聊马斯克收购推特跟刑辩律师聊狂飙里的类似性质的案子等等还挺劲爆的，挺适合通勤路上开车途中当做开胃菜听一听。第二档是专攻婚姻娱乐方向的律师主持的听说了吗？这档播客呢更实用，很多情感关系类的问题呢都值得心里有个数，比如说出轨是否净身出户的问题同居和婚内法律的问题，都是我们可以学习防身的内容。法老师个人觉得播客是一种非常适合通勤和睡前消费的内容。我之前也上过播客做过播客嘉宾，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这个强调是我个人是绝对坚决的反对吸毒，支持禁毒。我开启这个系列的主要原因呢，在于第一，虽然这个法律话题的关注度很高但我发现关于该话题系统有质量的讨论并不多。对此我认为呢，要吵没问题，毕竟人类社会嘛，吵是必然的。但如果能健康讨论问题呢，将问题讨论出价值和收获，那就更好了。第二呢，是我坚持的认为任何看似鲜明的价值观，在没有经过思辨这道程序前都是脆弱的。我开启这个系列，从个人立场来说，既没有支持什么，也不反对什么。我想做的就只是给关注我的诸位做好法律内参，告诉你们正反双方各自的观点、逻辑和论据，让你们对本话题有更多的了解，然后呢，做出自己经过思辨后的判断。言归正传，本系列呢，我暂定做2期，分别介绍双方的观点。第一期节目呢，我要介绍的就是为什么有学者反对对涉毒艺人全面封杀。本视频将分为以下3部分：第一是关于涉毒艺人的法律及有关规定都有哪些；第二是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发生冲突时的法定解法；第三呢是学者们反对对涉毒艺人全面封杀的理由。我先跟朋友们介绍什么叫法律。法律呢分为狭义的法律和广义的法律。从狭义的法律来说只有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才能叫做法律。比如说我们后续会提到的监狱法、禁毒法、教师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等等，这些呢是经全国人大通过的叫法律。在这个概念下，一些地方性法规，比如说上海市禁毒条例，其实呢都并不能称之为狭义上的法律。而广义的法律呢，指的是国家机关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就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等。比如从广义的层面上海市禁毒条例呢就属于省级地方性法规，而国家广电总局的通知则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至于各位阶的法律法规谁的效力大若发生冲突以谁的效力为准，稍后再续。我们先来看看关于涉毒艺人这个议题可能涉及到的具体的哪些法律及有关规定。我们先看宪法。有学者指出从宪法的层面，本议题除了宪法第35条以外，第47条呢也有规定，我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在此情况下，中国政法大学的童宗锦教授在微博中就指出根据立法法第11条第5项明确的规定，由于有关人员能否参演电影本身既涉言论、出版等政治权利，根据该法的精神呢，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必须通过制定法律来进行。同时，禁毒法第52条规定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呢，就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呢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监狱法第38条也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根据该法的精神呢，涉毒艺人除了吸毒即使是贩毒，在依法被追究并承担有关的法律责任后，只要出狱了，亦应当与其他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以上是法律部分，接下来我们再看行政法规。国务院令第703号文件戒毒条例第7条就规定了，首先，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其次的话，对戒毒人员戒毒的个人信息还应当依法予以保密。对戒断3年未复吸的人员，不再实行动态的管控。分享到这里呢，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从法律、行政法规的层面，目前来看，规定对涉毒艺人是相对友好的，并且呢，根据戒毒法和戒毒条例的精神对于戒毒人员不仅不应有任何的歧视，有关部门呢还应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呢，还要对他的有关戒毒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可是当我们罗列到省级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范性文件，情况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在省级地方性法规上，比如上海市禁毒条例第15条规定本市有关电视电影、新闻出版、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等就应当遵守国家对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人员的限制性规定。同时呢，第50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的，由文化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处罚款。在部门规范性文件上，自广电办发2014-100号文件，也就是民间经常称的封杀令的文件出台以来2021年广电办发2021-267号文件再次提醒要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而文旅市场发2021-101号呢，也规定活动不得使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违法失德人员。同时，广电总局、文旅部关于印发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的通知，广电发2022-36号第17条也规定对违法失德艺人不得提供公开进行文艺表演、发声出镜机会，防止转移阵地付出。当然了，除了上述法律法规还有一些部门工作文件和行业规定对涉毒艺人进行了有关的规定。比如说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周宣部出版局发的网函2022-27号文件第4条严禁违法失德人员利用直播发声出镜，以及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第15条根据演艺人员违反从业规范情节轻重及危害程度，分别实施1年、3年、5年和永久等不同程度的行业联合抵制等等。梳理到这里下面朋友们也看出来了，在我罗列的上述各项法律及有关规定间对涉毒艺人的态度呢是有区别的。所以问题来了，当这些规定间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理解和适用呢？是的，这就聊到第二个问题了，那就是法的位阶。关于法的位阶我们要引申出3个概念，一个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一个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一个是新法优于旧法。什么叫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呢？在我们刚才罗列的这么多法律规定中在位阶上是有差别的。根据立法法，在上述不同位阶的规定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一般是宪法大于法律，大于行政法规，大于地方性法规、特区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再大于政府规章或行政规章。比如立法法第72条就规定了，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常委会可制定地方性法规。而第80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等在根据法律，注意这里是狭义的法律及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情况下，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方可制定规章，并且如果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等依据，部门规章呢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也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利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同时第87条到第92条也明确规定了，当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应遵照宪法大于法律、大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呢就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同时第96条规定若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应由有关机关根据立法法第97条的规定予以撤销。是的，若按照上述的法条理解，如果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等与宪法、法律有冲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有权撤销；而如果部门规章和地方性规章有冲突的，国务院呢就有权撤销。这时问题来了，那什么叫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呢？根据立法法第92条的规定是同一机关制定的规定间，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比如说监狱法不是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吗？但教师法第14条同样规定了，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就不能取得教师资格。教师法和监狱法都是什么呀？法律都是由哪个机关颁布的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没有在同一个位阶呢？在。所以在此情形下，针对教师岗位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立法法呢是不允许下位法中的特别规定高于上位法的，原因很简单，防止各部门、各地方各自为政。如果任何一个下位法都能做出与上位法不同的规定那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既意味着立法权的分散与旁落，在行政上也会在客观上削弱中央对各部门和各地方的管理。强调上述关于法的位阶并非我标新立异，都是立法法的明确规定，也都只是法学大学本科教育中的基本内容，但凡法理学考试及格的应该都知道。在理解完这部分以后呢，大家应该就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学者反对在现行法律法规下对涉毒艺人进行所谓的全面封杀了。
我学习了一下有关学术论文啊，影响力比较大、观点阐述也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文呢，来自于西北政法大学的教授博导楚成可所著的《封杀吸毒艺人的合宪性审查研究》。我先简单做一下楚教授的背景介绍啊，大家在搜索楚教授的研究课题与论文，就会发现啊，楚教授呢确实是禁毒法领域的专家，他的大量学术成果都集中在禁毒法学领域，曾出版个人专著啊《中国禁毒法治论》啊《吸毒管控法治论》等等。也正因如此啊，其还在2020年荣获全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的称号。据陕西省教育厅介绍呢，该称号为全国禁毒战线的最高荣誉，而楚教授呢也是该次获得表彰的100名先进个人中唯一的法学专家。在对封杀吸毒艺人的合宪性审查研究中啊，楚教授就认为，强调对吸毒艺人进行全面封杀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他承认啊，让涉毒艺人不受影响的继续活跃在屏幕上，事关公共利益，确实容易对社会风气和青少年造成无形的恶劣影响。所以他同意对涉毒艺人的行为加以必要的限制。但是啊，楚教授也认为，全面封杀艺人涉及的是公民劳动权中的就业权，而要限制这份基本权利呢，评判其是否合宪合法，需要从以下4个方面来进行判定。第一，权利的行使是否违反公共利益或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的权利。第二，是否有法律保留。什么叫法律保留呢？就是为了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一般不允许行政权来进行，必须保留给立法权。因为行政权力背后体现的是公权力机关的意志，而立法背后体现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精神下的集体意志。比如说立法法第11条就明确规定了啊，剥夺公民政治权利等必须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来确定。第三的话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第四呢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对涉毒艺人进行全面封杀就存在了诸多的问题。比如啊，他认为限制吸毒艺人的就业权，首先即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我们此前介绍过啊，作为上位法的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呢，都明确禁止对戒毒者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歧视。同时的话，行政处罚法第14条也明确规定了，除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以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在此基础上，封杀令一刀切式的限制涉毒演艺明星从事演艺工作，在他看来就明显违反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时可能有朋友会反驳了，禁止吸毒艺人出境，强调的是行业的准入，并非剥夺艺人的就业权，不要混为一谈。首先啊，就业包括任何业啊，不允许进行演出，本身就令涉毒艺人的就业权利受到了限制，在没有同位阶法律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合法性便存在争议。其次啊，关于行业准入，楚教授接下来也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楚教授先总结了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对涉毒人员存在有关行业限制的，就主要分为2大类。第一大类是交通工具驾驶员，原因在于吸毒可能造成精神障碍，驾驶员吸毒呢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伤亡事故。其次的话就是铁路职工和金融机构高管。铁路职工呢是因为铁路是毒品流转运输的重要交通线之一，金融高管呢是因为他们涉及大笔的资金流向和客户交易账户安全，限制他们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金融秩序。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一些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特定人员吸毒啊，比如说公务员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普通高校学生等等啊。可是公务员法并未规定吸毒就予以开除的硬性罚则，而人社部、监察部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则根据相应情节规定了3个档次的处罚标准。第21条规定啊，吸食毒品的就给予警告或记过，情节较重的给予降岗或撤职，而情节严重的方才予以开除。几项对比之下，他首先认为让涉毒艺人彻底退出该行业呢不够合理且过于严厉。他指出不应当用高于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标准来要求艺人，也不应当像要求交通工具驾驶员及金融高管一样，认为艺人吸毒会造成现实且即刻发生的危险。对某类职业群体在道德宣教上高标准严要求无可厚非，但如果涉及一种法规范意义上的强制，就明显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对公民某项基本权利的限制已经严厉到让其完全失去该权利的程度，就严重背离了保障基本权利的初衷，也违背了常理。而在当代社会演出是艺人生存的重要手段，如果被封锁了舞台，其自然就失去了工作保障。这也是为什么在15年全国两会上，著名演员濮存昕明确呼吁要给吸毒艺人一口饭吃的原因。接着他认为全面封杀的行为本身规定就极不周延。比如说封杀令对涉毒艺人简单的不分程度的一刀切没有考虑吸毒是否成瘾，是初次吸毒还是多次吸毒，是否有被诱骗吸毒等情形，违反了罚当其罪的基本法规范的逻辑。
同时他指出限制吸毒艺人就业权就违反了正当程序。比如说封杀缺少必要的法律救济，在目前行政诉讼附带审查制度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无权就封杀令的合法性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呢也无法直接裁判封杀令无效、撤销或废止。而与此同时劣迹艺人在已经受到全面封杀的情况下，一般也没有勇气、信心和时间去进行抗争。公民因恐惧遭受更严重的处罚，或是无力承受将面对的预期损失呢，一般也都会噤若寒蝉，放弃维护其权利。综上所述楚教授就认为封杀令不但形式上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而且内容上呢超出行政权随意处罚，违反我国禁毒法、戒毒条例的禁止性规范。比较我国吸毒者的职业准入和禁止的法律规范现状呢，让吸毒艺人彻底退出行业这种限制措施也不够合理且过于严厉。加上封杀令本身规定存在不周延缺乏必要的法律救济等情况，他在文章最后就建议对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之外的所有党政红头文件进行全面彻底清理，凡是违宪违法的都应坚决予以修改甚至废除。看到这里你赞同楚教授的观点吗？请把你的想法打在公屏或评论区。而除了楚教授以外，西北大学刘云婷劣迹艺人封杀令的行政法分析等文章对上述问题也有详细的讨论，因时长原因我就不多介绍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行搜索观看。包括楚教授的文章，由于我自己也可能会挂一漏万，所以大家也可以下来多搜索观看原文。而最后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律？说实话，我在网上跟朋友们分享法律知识也已经好些年了。我发现当大家在关注法律事件的时候，对法律惩戒功能的关注远远高于对法律保护功能的关注。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当出现一些我们厌恶的人或事的时候，我们往往渴望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法律到底可以怎么判他，或者说怎么才能把他判到最重。这么想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因为对不法的惩戒本身就是法律存在的意义之一。但如果你真正开始学习法律你还会发现那位叫做法律的女神，除了左手那把叫做惩戒的锋利之剑以外，右手还有一面平和温柔的盾牌，上面只写着2个字：权利。是的，无论是民法、刑法、行政法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上面都还写着一个非常关键而显眼的词：权利。现在法律会告诉你你有什么权利，你可以如何行使这些权利。这些权利如果没有合法的依据，未经法定程序，任何人都无权侵害。这些权利即使你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即使你被铺天盖地的道德强压，它依旧牢牢地与你并肩。而现代法治社会也恰恰是因为权利这2个字而熠熠生辉。因为如果你学习过法治史，便会发现在封建时代，在地主阶级老爷们还在当家做主的时候，大家是不会关心作为贫下中农的你到底有什么权利的，他们只关心秩序。所以落实到古代法律上，更多的是你犯了多少错就要挨多少大板。这是我们国家坚持依法治国的原因，也是我一直呼唤大家尊重法治精神的原因。因为最终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尊重法治，作为每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当你真的遭遇困厄时，除了法律上那短短的几行字，你什么都没有。而到最后你还会发现，当你选择尊重法治精神这个案件，你必须接受的就是你也没有任意剥夺他人合法权利的权利，因为别人的手上也有法律的盾牌。所以言归正传，涉毒艺人手中的盾牌到底坚不坚挺呢？全面封杀他们到底合不合法呢？有反对观点，肯定也有支持的观点。关于是否应当对涉毒艺人进行全面封杀这个话题除了反对者以外，赞同者也不在少数。比如今年中阿4事件出现后法制日报绝不让涉毒艺人变相复出重返舞台一文也堪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文中同时也介绍了包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禁毒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于峰等的有关观点。对于这些法律上的看法，我们老规矩点赞过万即解锁下期，感兴趣的朋友请保持关注。最后，鉴于我们律所已经开业，我们长期诚挚地邀请业内优秀独立职业的律师同行加入到我们，和我们一起分享平等、服务、公益的律所价值观。如果你对与我一起同事感兴趣，欢迎添加屏幕中的微信，我们进行对彼此的面试。同时，若有朋友有案件需要委托，可添加屏幕中德汉通成都律师事务所的企业微信来进行咨询。欢迎来到真实的法律世界，我们下期再见。